一个快90岁的老人站在自家门口，望着门前那2座挡路的大山，太行山和王屋山，方圆700里高蹭入云。他把全家人叫到跟前，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话：我要把这2座山搬走。邻居都笑他：你都这把年纪了，连山上的一根草都拔不动，还想搬走整座山？老人却不慌不忙地回答：我死了还有儿子，儿子死了还有孙子，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下去，是没有穷尽的。可这山又不会再长高了，只要我们挖一天，它就少一天，总有一天会被扳平。这个故事你一定听过，它叫愚公移山。可你大概不知道，它其实出自一本被严重低估的奇书。这本书里还藏着夸父逐日、朝三暮四、杞人忧天、两小儿辩日、高山流水，一连串你从小听到大，却多半不知道出处的故事。它们看起来像给小孩听的童话，骨子里却是最高明的处世智慧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这本被遗忘的奇书《列子》，看古人是怎么用一个个小故事，把最大的道理讲进你心里。先说说这本书还有写它的人。《列子》的作者相传是一位叫列御寇的人，后人尊称列子。他是战国早期郑国人，活在老子之后、庄子之前，是道家承先启后的一个关键人物。传说里的列子是个近乎神仙的人物，庄子说他能御风而行，驾着风飞来飞去，一去就是半个月，秋飒到了极点。可这样一个高人，生平却几乎是一片空白，史书上找不到几笔。我必须老实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《列子》，其实是一段曲折的流传，它的思想源头来自战国的列御寇。可今天这个8篇的版本是到了晋朝，由一位叫张均的学者把流散的旧文搜集、整理、辑录而成的。所以书里有些篇章的文字可能蹭进了后人的手笔，不见得字字都是列子本人所写，但这丝毫不减损它的价值。列子延续的是黄老道家的路子，讲的是顺应自然、看淡得失、安顿性命。它最迷人的地方在于，别的诸子爱讲大道理，列子却最会讲故事。他把一个个玄之又玄的道理，全都化成了生动好玩的寓言。接下来，我就带你走进这些故事，看看每一个你耳熟能详的寓言背后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智慧。我们就从开头那个老人说起。愚公移山。故事里，那个快90岁叫愚公的老人，受够了太行、王屋2座大山挡住去路，下定决心要把山迁平。他带着儿孙，一筐一筐的挖土，一担一担的搬石，把土石运到遥远的渤海边去倒掉，来回一趟就是1整年。河边有个聪明人叫智嘴，跑来啼笑他。书里写智嘴说：甚矣，汝之不慧！你也太不聪明了吧，就凭你这把老骨头，连山上一根草都动不了，还妄想搬走2座大山。面对嘲笑，愚公说出了那段千古名言：子子孙孙无穷璀也，而山不加增。我的子子孙孙一代接一代是没有穷尽的，可这座山却1寸都不会再长高了。人手只会越来越多，山却只会越来越矮。为什么会搬不平呢？智嘴被问得裸口无言。你发现了吗？这里自作聪明的智嘴，名字里有个智，看似愚笨的愚公，名字里却是个愚。可列子分明在告诉你，真正愚的是那个只看眼前、算一时得失的智叟，真正智的是那个看得长远、肯一步一步去做的愚公。我们这一生面前都横着几座自己的大山，也许是一生的债，一个遥不可及的梦，一个怎么努力都改不掉的坏习惯。很多时候，真正困住我们的，从来不是那座山有多高，而是我们一开始就认定
这根本搬不动，于是连第一千土都懒得挖下去。愚公移山真正想说的，不是叫你去硬扛不可能的事，而是别让我做不到这个念头提前替你判了死刑。山就在那里，你只要肯动手，它就真的一寸一寸地矮下去。如果说愚公是滴水穿石的坚持，那下一个故事的主角走的是另一条更悲怆的路。他叫夸父，故事是夸父逐日。传说里有一个叫夸父的巨人，不知哪来的一股气性，竟异想天开的要去追赶天上的太阳。书里写得很直白，夸父不量力，欲追日影。夸父这个人根本不自量力，偏要去追逐太阳的影子。他迈开大步，一路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狂奔，越追越渴，把黄河、渭河的水都喝残了还不够。最后，他终究没能追上那轮太阳，倒在了奔逐的半路上，活活渴死了。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是它的结尾。夸父临死前把手里那根追日的手杖重重地抛了出去。书里写：弃其杖，失膏肉所尽，生邓灵。他丢下的那根手杖被他身刷的血肉膏脂浸润滋养，竟长成了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桃林，为后来追求名的人留下了一片绿荫与干果。你看，列子这一笔何等浪漫，又何等深沉。不量力这三个字，表面是在说夸父傻，明知追不上，何必去追？可细细一品，你会读出另一层滋味。人世间有许多事，明知道几乎不可能成功，可总得有人带着一股不自量力的傻劲，第一个冲上去。他自己也许倒下了，可他用尽全力抛出的那根杖，走过的那段路，却成了后人乘凉的桃林，接力的起点。夸父没有追到太阳，但他奔跑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。这世上总要有人去做那些不量力的事，人类才能一点一点往太阳的方向再靠近一步。两个悲怆的大故事，列子话锋一转，讲了一个让人会心一笑的小寓言：朝三暮四。朝三暮四这个成语，今天我们用来骂人反复无常，说话不算话。可它最早的意思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故事是这样的：宋国有一个老人特别喜欢猴子，养了一大群，人称居公。他和猴子相处久了，彼此的心意都能相通。可后来家里渐渐穷了，粮食不够，老人只好打算减少顶猴子的果子。他怕猴子们闹脾气，就先跟他们商量。书里写他说：雨若絮，朝三而暮四。以后给你们的橡子，早上3颗，晚上4颗，够不够？群猴一听，早上才3颗，太少了，立刻一个个跳起来，龇牙咧嘴，气得不得了。居公见状，眼珠一转，改口说：那这样吧，早上4颗，晚上3颗，总行了吧？群猴一听早上有4颗，顿时眉开眼笑，一个个趴下来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你看出这里头的玄机了吗？早上3颗，晚上4颗，跟早上4颗，晚上3颗，加起来总数都是7颗，一颗都没多，一颗都没少。可仅仅是把顺序颠倒了一下，猴子的情绪就从暴怒翻转成了狂喜。列子讲这个故事是在笑谁呢？他笑的其实就是我们。我们很多时候不就是那群猴子吗？被眼前那一点点表面的不一样牵着鼻子走，情绪大起大落，却看不见很多事情从整体从长远来看，本质上根本没有差别。商家换个包装，调个说法，我们就觉得赚到了；别人玩个话术，改个顺序，我们就被哄得团团转。下一次当你又要为了某个朝3还是朝4的选择而焦虑而动气时，不妨先退一步，算一算那个总数，你会发现很多让你抓狂的事，其实7颗还是7颗。接下来这个故事指的是一种我们现代人最常见的病——焦虑。它叫杞人忧天。古时候，杞国有一个人，整天提心吊胆，忧愁的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。
他怕天会塌下来，地会陷下去，自己到时候无处可逃。书里写他忧天地崩惧，身无所寄。他被这个念头折磨得肺贴石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。有个热心人看他这样，跑去开导他，说：天积气耳，无处无气。天不过是聚集起来的气罢了，到处都是气。你一举一动，一呼一吸，整天都在这气里头活动，怎么会担心它崩塌下来呢？这个齐国人听了，这才如释重负，放下了心。那个开导他的人，自己也跟着松了一口气。千百年来，杞人忧天成了我们笑话那些瞎操心、为不可能发生的事自寻烦恼的人。可有意思的是，列子并没有把话说死。在故事的最后，他借一位高人之口讲了一句更冲大的话：天地，空中之一细物，有中之最巨者。说到底，这天和地放到无穷的宇宙之中，也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罢了。虽然是我们所见之物里最大的，但在更大的尺度下，渺小得很。你听出这份豁达了吗？列子并不是要你变得麻木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他是想点醒你，人这一生有大半的烦恼，都像那位齐国人担心的天塌一样，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，其实永远不会发生的虚妄之事。我们为了还没来的明天而失眠，为了八竿子打不着的可能而心慌。下次当你又开始莫名焦虑、胡思乱想时，记得问自己一句：我担心的这件事是真的，还是又一次的杞人忧天？列子不只笑凡人，他连圣人也敢调侃一下。下一个故事，主角是大名鼎鼎的孔子，他叫两小儿辩日。话说孔子有一回到东方游历，在路上看见两个小孩子正争得面红耳赤。孔子好奇，上前问他们在吵什么。原来两个小孩在争论一个问题：太阳到底是早上离我们近，还是中午离我们近？第一个小孩说，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大如车盖，像车顶的棚盖那么大，到了中午却只剩盘鱼那么小一个盘子。东西近了看着大，远了看着小，所以一定是早上的太阳离我们近。另一个小孩反驳，可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凉飕飕的，到了中午却热得像把手伸进热水里，热的东西离得近，凉的离得远，所以分明是中午的太阳离我们近。两个孩子各执一词，谁也说不过谁。这下他们把难题抛给了眼前这位大学问家。结果呢，号称无所不知的孔子竟然不能决也。他左思右想，也判断不出到底谁对谁错。两个小孩见状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奶声奶气地说：孰谓汝多智乎？是谁说你知识渊博，什么都懂的呀？这个故事妙就妙在，列子让两个天真的孩子问到了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。可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，恰恰是他没有不懂装懂，没有强行给个答案敷衍过去，而是坦坦索索地承认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这才是真正的智者风范。列子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天底下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，再有智慧的人也一定有他不知道的角落。承认自己不知道，从来不是丢脸的事，恰恰相反，那是一个人真正成熟、真正有底气的开始。说了这么多笑中带刺的寓言，列子也有最温柔、最动人的一面。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人世间最稀有的东西——知音，它就是高山流水的由来。古时候有一位琴艺出神入化的乐师，叫伯牙，还有一个会听琴的人，叫钟子期。伯牙弹琴的时候，心里想着什么，子期一听就懂。有一回，伯牙鼓琴，心智寄托在巍峨的高山上，琴声一起，
钟子期立刻听出来了，赞叹道：“奚若泰山，弹得真好啊，那气势就像高蹭入云的泰山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伯牙的心思又转到了奔流的江河上，子期又马上听出来了，说：“弹得真妙啊，那感觉就像洋洋兮若江河，浩浩烁烁，奔流不息。”不管伯牙心里想到什么，子期总能一丝不差地听懂他琴声里的心事。你能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相遇吗？你心里那些说不出口、最幽微的情绪，竟然有另一个人光是听你弹一段琴就全都懂了。后来钟子期不幸去世，伯牙悲痛欲绝，他做了一件震撼千古的事，他把自己心爱的琴当场摔断，挑断了琴弦，从此一辈子再也不弹琴了。因为他说，这世上唯一听得懂我琴声的那个人已经走了，我这琴还弹给谁听呢？高山流水这4个字从此成了知音最美的代名词。茫茫人海，我们认识的人成千上万，可真正懂你的又有几几？列子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这一生能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的知己是何等难得，又何等幸运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，请一定要好好珍惜，那是茫茫人海里最稀有的缘分。一番知音的故事，我们再来看一个关于下苦功的寓言。纪昌学射。有一个叫纪昌的人，想要成为天下第一的神射手，便去拜当时的射箭高手为师。他满心以为师傅一上来就会教他怎么开弓，怎么瞄准，没想到师傅只丢给他一个古怪的要求，先回去练不眨眼。怎么练？师傅叫他仰面躺在妻子逐步机的下面，两眼死死地盯着那来回飞快踩动的踏板，看他上上下下，眼睛一眨都不能眨。纪昌就这样足足练了2年，练到后来，就算有人拿淬子尖去刺他的眼角，他的眼睛都动也不动，眨也不眨。练完不眨眼，师傅又给了他第2关，练眼力。师傅让他用一根牛尾毛拴住一只小狮子，挂在窗口，每天就这么死死地盯着他看，日复一日的盯了3年。奇迹发生了，那只芝麻大的小狮子在纪昌眼里竟然一天天变大，最后大得像一个车轮。书里用8个字形容他这身本事：视小如大，视微如著。能把细小的东西看得硕大，把幽微的东西看得分明。练到这个地步，他再回头去拉弓射箭，自然百发百中，箭无虚发。你看，列子讲这个故事根本没在教射箭，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被太多人忽略的真相。这世上几乎所有看起来神乎其技的本事，背后都不是什么天赋或捷径，而是一段段旁人看不见又枯燥到极点的笨功夫。我们总羡慕别人的厉害，却往往没看见他曾经像纪昌盯踏板、盯狮子那样，在最不起眼的基本功上熬过了多少个沉默的日夜。真正的高手都是先愿意把一件最简单的小事做到极致的笨人。跟纪昌的苦练相对，列子还讲了一个关于自满的小故事，短短几句，却像一面镜子，照得人脸红。薛谭学欧，欧就是唱歌。有一个叫薛谭的年轻人，跟着当时的歌唱名家秦青学唱歌。学了一段时间，薛谭进步神速，便自以为已经把师傅的本事全学到手了，觉得没什么好学的了，于是就向秦青辞行，打算打包回家。秦青也没多挽留，只是在城外的大路边为他摆下酒席送行。酒过数巡，秦青站起身来，轻轻打着节拍，放声高歌了一曲。这一开口不得了，书里写他的歌声声震林木，响遏行云。那嘹亮高亢的歌声震动了满林的树木，连天上飘动的云彩都被他的歌声挡住，停了下来。
薛坦听得呆住了。直到这一刻，他才惊觉，原来师傅的本事深不见底，自己学到的连皮毛都算不上。他羞愧极了，当场向秦青下拜认错，困求师傅让他留下来继续学，从此一辈子再也不敢提回家2个字。这个故事虽短，字的却很深。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路上，是不是都当过薛坦？学了一点皮毛，就以为自己已经很行了，急着到处炫耀，急着出师。可往往就是这种以为自己会了的自满，像一道墙，把我们挡在了真正的高手境界之外。真正的高手从来不会轻易说我已经学会了，因为他们深深知道，你以为的尽头，可能只是别人的起点。学无止境这4个字是一辈子的功课。好，最后一个故事也是列子留给我们的一记警钟：歧路亡羊。有一天，列子的邻居家跑丢了一只羊，邻居动员了全家老小，还跑来跟列子借人手。一大群人浩浩嗖嗖的出去找羊，可找了大半天，竟然空手而回。列子很纳闷，不过跑丢一只羊，怎么要动用这么多人，最后还是没找着。邻居一脸无奈的叹气说：“唉，没办法，那条路上畏路太多了，畏路里头又有畏路，畏来畏去，根本不知道羊到底往哪条路跑了。找着，人就全迷失在那些畏路里，只好回来了。”列子听完，沉默了许久，神情变得十分凝重。他的学生很不解，不过丢一只羊罢了，又不是您家的，老师何必这么难过？列子才道出了这故事真正的深意。他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：大道已多其亡羊，学者亦多方僧生。一提大路，因为畏路太多，丢了羊。一个求学问道的人，也会因为方向太多，选择太杂，而迷失了自己的本心，葬送了一生。你品品这句话，是不是说中了我们今天的处境？我们活在一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，无数的机会，无数的风口，无数条看起来都很诱人的路，可畏路太多，未必是福。多少人就像那只羊，在一条又一条的畏路上跑来跑去，东试一下，西碰一下，最后哪一条都没走通，把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全耗散在了歧路之中。列子是在提醒我们，在这个诱惑遍地的世界里，最难得的是认准一个方向，守住一条主路，心无旁骛的一直走下去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今天我们从愚公移山的聒子出发，认识了御风而行的列子和晋人张忠集成的这本奇书，一路听了夸父逐日的悲怆，朝三暮四的会心，杞人忧天的聪达，两小儿问倒孔子的坦窝，高山流水的知音，季昌学射的苦功，薛坦学欧的自省，最后在歧路亡羊里收住了脚步。你发现了吗？列子最了不起的本事，就是把一个个最大的道理，坚持、豁达、谦卑、专注，全都藏进了一个个你3岁就听得懂的小故事里。这就是列子留给我们的一课。真正的大智慧，从来不必板着脸说教，它可以是一座你愿意去搬的山，一群会树果子的猴，2个问道圣人的孩子。如果这趟列子之旅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。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从预言的世界走进金戈铁马的谋略殿堂，读那部被誉为兵家权谋总长的六韬，看姜太公如何教文王、武王治国与用兵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愚公移山，夸父逐日，朝三暮四，杞人忧天，两小儿辩日，高山流水。这么多列子的预言，哪一个最让你心头一震？我们下期见。